Welcome to Dodge Muscle。不好意思，结婚过后6块变1块了，但这才是 Muscle Cars。哇塞，这个车好帅呀！这是什么呀？现在年轻人讲话都这么假的吗？啊，这个是道奇耶！啊，这是道奇地狱猫吗？不是所有的道奇都是地狱猫，你到底懂不懂啊？走，我们在录像了，别打扰我们。说到道奇，我第一个联想到的是 Family， 速度与激情，玩命关头 ，whatever， 经常会出现 Charger 和 Challenger。大光头开着他们所向披靡，无所不能。一句 Family 能上宇宙，那么 Charger 和 Challenger 更是美式肌肉车的代表，有着大马力后驱、大空间和直线王的称号。但是这两台车到底是不是像电影里一样无所不能呢？我们一起来探究探究。在此特别感谢 Muscle Dynasty 提供的 Charger 和 Challenger。终于没人打扰我们了。实际这两台的名字叫做 Dodge Challenger Skypack 392 RT Shaker 啊，这一台的话就是可能猛男心中都有一个粉色的梦想，我们也叫做猛男粉吧。这台的名字叫做 Dodge Charger 392 Skypack Wide Body Last Car。首先呢，作为一个 muscle car， 什么叫做 muscle car？ 像野马那些啊，叫做 pony car， 对吧？小马驹。像这种硬汉 masculine 代表男性的荷尔蒙的车，首先它的尺寸就大。自从上一期我们拍了507过后，我就有个习惯，就是一定要先看一眼轮胎的大小。前胎245、45、R20，可能前面有点小吧，那我们要看一下后面是怎么样。哎，后轮也是245、45、20，这比507还要小。可能是因为这台没有 wide body 的原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ide body 它那个轮胎尺寸是多少。wide body 的轮胎尺寸原厂应该是305、35、R20，可能因为车主的话想让它更安全一点，所以加宽了10毫米，变成了315、35、R20。然后你看这个轮毂的凹陷状态，还有这一个外面的这样延伸出来一个饱满，就觉得很肌肉感，很得劲，很棒。后轮315、35、ZR20，可能用 square setup 的话，对于一个转向还有一个抓地力比较好一点。看来车主对于操控是一个比较有追求的人，而不是一个 drag race king。那作为一个 V8NA muscle car 的话，怎么能不听一下排气呢？看来车主也是一个比较有追求的人，所以他改了一个 MBRP 的排气这个排气来说的话比较新一点，因为通常美系车主改的都是什么波拉啊、American Racing 啊这种东西。MBRP 听一下吧。Challenger 的车主的话，可能对于 Challenger 来说没有那么可能怕扰民吧，早上起来，所以他没有改排气。那么这原厂的排气其实，外面是一个假的 tip 哦，中间才有一个这么细的一个孔。那这个我就要吐槽了呀，问题就在于同样的引擎，为什么这台车红线只有6000？刚刚 rev 的时候踩不上去，你就会觉得相反，这台车更像一台卡车引擎，就感觉跟性能好像，对吧，差那么一点点。但相反那台车来说的话，它的红线可以达到7000转，声音的话 ，Charger 会更加高亢一点，可能是因为选配不一样。它红线也是6000吗？它没有写6000，它可以到7000吧？6000，你看它红色的这个地方开始是红色的，6000开始往上。它没有红色，这没有颜色变化。有啊，当然有了。那不对呀，那因为这台车它也是6000的红线，为什么这台车听起来高亢那么多，那台车听起来像啦啦啦，这台车就听起来啦啦啦，同样的引擎，为什么呢？但是有一点我要说的就是。Charger 为什么这个红线这个地方有点那么难看得到？因为它这个你能发现它这个地方很小很小的刻度，这里稍微变红了。那开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这个机盖也有点重，不会是一个 muscle car 男人的车。
所以呢，道奇很细心的为你们设计的一个东西，就是在这两个地方有个杯架，就像我们这些 muscle man 在做自己的引擎的时候，可以把一些咖啡呀、喝的东西，我想更多的应该是啤酒吧，放在这个地方，一边喝一边去做你的引擎什么东西之类的。485匹马力，475 pound-feet of torque。但是道奇上面这些东西，什么 Hemi 啊、392这些东西啊，什么 Cubic 啊、大小什么之类，是不是听起来很绕口？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交给旁白君吧。克莱斯勒 Hemi 发动机，商标也是 Hemi， 是指克莱斯勒制造的一系列具有半球形燃烧式的高性能美式顶置气门 V8 发动机。因结构简单和相对低成本的改装市场，赢得广大粉丝喜爱。392则是392 cubic inch， 写成392也是向70年代老肌肉车致敬，毕竟392比 6.4 升听起来更猛一些。RT 讲的是 road and track， 而 SRT 则代表着 street and racing technology。SRT 相比 RT 呢，会有更多的配置，悬挂、轮胎、刹车以及马力这些都有所升级。而 Shaker 则是机盖上开个窿，有个大进气，能让更多的空气直接吸入。关于品控这一方面呢，其实我之前是在福特里面当过销售的，当时呢就有客人对我来说那同样的价格我为什么不买 Challenger？ 我记得我当年是2015年这台车也是2015年的。当时美国车的品控来说，好像就是那么有一点点问题，包括这些很粗糙的一个空调的一个风口在这个地方，它就是把空调一开，从这个口里面嘟嘟嘟嘟的往上吹。这个台车其实也没有很老，大概10年前的车吧。但是它整个这些方向盘呢，有一点点那个皮外翻的迹象在这里了。总体来说，这台车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内饰空间的话比较大一点，有点像沙发一样。这个座椅坐起来也挺沙发，虽然这里有一个小密封，中间的材料是 Alcantara， 外面包裹了一层皮。然后车架来说的话，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斜着两个，一般都是前后两个，那可能道奇的设计就这样子的吧。对于我这样一个对吧欧系车主和日系车主来说，这个设计对我来说有点不是那么喜爱，也不是那么有一点友好。Anyways， 那么这个地方多加了一个可以放杂物的一个地方，是车主后来加的，包括这些放餐巾纸的地方也是车主后来加的。也就是说，这么大一个车，人性化的考虑，我觉得是不够的。虽然它门板上面有一个 cup holder 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在门板上面放一个 cup holder 的话，我觉得像这种 muscle car 所谓的也是比较驾驶者之车，就是不是那种那么精准转向的一个驾驶者之车，一个直线的驾驶者之车来说的话，也是有一点，你不可能说来一个 drag race 的时候，你说等一会儿我把饮料从 cup holder 这里拿出来喝一口了再放回去，其实你开快的时候很难找到这个地方来。如果中间这个地方来说的话，你把手放在这个地方，我是个人觉得是会很受影响的。可能是因为时代的进步，或者是道奇对于它的品控有更加的追求。你能看到20过后的车款这里的原本的 plastic 地方变成了皮的，包括车主选了一个 orange package， 你能看到这里的缝线全部都是 orange， 包括卡钳也是黄色的还有这里的一个 carbon fiber 的一个选配，还有这边中控的一个 carbon fiber 的选配，你能感觉整个车高级很多，外加这些 Alcantara 包裹的皮。虽然这旁边也是一个 cloth 包裹在这里，但是如果你加上这一些黄色的缝线，你就觉得高级很多。我们先来试一下道奇 Challenger RT， 开始开，感觉对不起，我没有准备好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个？我再试一下，不对啊，感觉 muscle man， 我感觉有点不对啊，这个，我真的是摸了再走的，它为什么？这是有点奇怪，开关脚为什么？我感觉它这个油门是好像有一个油门加速器在里面。之前我好像也问了一下朋友说，它这个油门就自动的，你只要点上去就是30%，这个感觉就非常非常奇怪。当然这种车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操控可言，就你看就我即使左右晃，框量还挺大的，这个框量比507的框量还大，比 C63 的框量还大。我觉得 C63 已经到顶了那个框量，没想到这台车框量还更加大一点。真的开关脚，每一个弯只要我点一下有没有怪不得这种 muscle car 经常的 burn out， 你知道吗？
虽然我 C63那期也讲过这句话，但是我觉得这台车 burn out 的可能性比那台车大多了。这就是为什么车距的时候大家都离马手卡远远的。哎呦我操！你看我一个不注意稍微偏了一点，为什么？就感觉这个框链好像不太准，这什么东西？哎，我刹车不够用，不对 ，RT 跟 SRT 的差距这么大了吗？就差了一个 S， 这个前面是个4活塞，那个是个6活塞，我感觉这个刹车对于这台车的车重来说的话，应该是不够用的。对于这种马力的车来说，感觉它这个加速的时候啊，尾巴稍微有点摆动，前面也有点稍微摆动，我就有时候感觉到不知道这个车想着该干嘛。罪魁祸首，我觉得就是那个轮胎的问题，245的胎宽。所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金去买到 SRT 或者是更高一个等级的话，我觉得你买回来这台车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它换更大的轮毂和更宽的胎。Surprisingly， 当 shift 还挺快。Upshift 也很快。好，过弯，那，就是这台车就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under， 什么时候 oversteering， 很奇怪，这感觉很奇怪。OK， 我们来试一下 Charger。啊，多了一个 S， 会有什么变化？一样的这个叫什么 Shift No， 哎，没油了。这个车能理解6.4，毕竟6.4 N 内，耗油在所难免。改过排气过后，感觉那个声浪是会大很多。哎，你看这就对了嘛，这个轮胎 size 就对了，没有。So sorry。这个轮胎 size 就对了嘛，就是没有那种比较仓促的感觉，指向也很稳。我不知道是因为车型不同的原因还是怎么样，但是我感觉 Charger 的指向要比 Challenger 的指向稍微好一点。也可能是选配的原因，毕竟这一台的话多了一个避震的升级，而那一台没有。真的，这台车像这种车买回来，真的就是第一换轮毂轮胎，第二排气，一定要有这个排气，有了这个排气，这个味道才出来了。你没有这个排气，你也觉得我就感觉有种东西在憋在里面，感觉一样。但是如果你换了排气，那就是就像那种唱歌的，对吧？卡了一口痰，但是这个时候嗓子打开了。美国车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可以加87，因为你加87就便宜了很多。你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价格的对比，你就知道。我刚刚不是说那个框量有点大嘛？但是你可以选模式，比如说你那个 Sport Mode， 然后它的转速稍微上升一点点，然后你又感觉到，哎，方向盘紧了那么一点点。你要再点到 Track 模式，它转速又上升一点，油门反应更加激进一点。然后呢，哎 ，Automate Driving Machine Bro， 秒变 BMW 啦。然后避震好像感觉也有点变化，稍微感觉避震也变硬了那么一点点。然后你可以点进去像这里的一个 Custom Setup， 然后 Transmission、Pedal、Traction、Suspension、Steering 你都可以调每次3个模式，所以你就说啊，我 Transmission 要激进一点 ，Sport 好了。啊，对吧？然后最后是 Track Mode， 我们再试一下。我懂了，这个换挡模式，我跟你讲，一定要放在 Track Mode 里面，这样的话它才有那种 instant 的感觉啊，这种感觉不就来了吗？啊，一下两下，对吧？没有延迟，你能放在 Sport 模式下，都有点慵懒，就没有那么激进。你要快，你就得换模式。啊，
而且关于这个 pedal 这里来说的话，你可以选择你用换挡拨片，还是把它关掉，点 off 关掉了，自动帮你换挡。有些人不会用嘛，那没办法。还有一个就是 traction 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也是在路上开，还是不要碰到比较好一点。suspension 3个模式可调 ，street、sport、track。这样的话，让你的 suspension 就比如说我要 sport 啊，稍微激进一点啊，它是一个电磁悬挂，所以呢，你每一段它所调的对应的一个硬度来说，一个反应来说是不一样的。包括 steering， 刚刚我们已经体验过了 ，sport、track。如果你想那种比较，对吧，感觉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全部选 track 吧。啊，但是防滑，如果你在路上开的话，还是把它开着吧。我们的 V8 之旅尚未结束，还望观众老爷们来个一键3连。下期还想看什么车呢？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见。